有某个国门的领袖也上了你的台，他又给了什么意见？除了骂现在的团结政府，他又说我执政的时候要怎么做吗？他有说他做得到吗？他有跟他的盟党说好了吗？我不知道，但是问题是这样子，安华能做的他已经是尽力了。所以你对他的表现整体，如果你评分的话，你觉得他也算及格吗？如果是以安华对垒安华的话，他肯定是及格。但是如果安华对垒其他人的话呢，我觉得你不如再监牢把纳吉放出来，让他作为首相更加好。欢迎收看这一集的财经 Vodcast， 我是能杰，我是郑峰。那么其实呢，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专题啊，那特别来录新的开场给大家。那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专题，也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安华执政1周年的特别专题，因为真的是已经1年了啦，我们要好好的来研究一下究竟他这1年做的怎么样，他的评分是什么，我们就交给不同的领域的人来做评价。对，那么今天在这一集呢，我们请到了戴子豪律师，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巧妙，就是我们请他来聊的是安华的这个外交政策，以及还有这个国际事务上面的一些政策啊。对，特别是最近的以巴冲突。对，戴子豪聊是非常的有趣，是因为他除了是站在华人的角度，而且他可以站在更多的是穆斯林的角度，因为他有很多穆斯林的朋友了，而且他也长期关心穆斯林朋友的议题。对，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戴子豪呢，他不会只是用这个华人本位的这个思考去看待很多事情，他也会站在这个有族同胞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一些事情。对，那么其实为什么要来聊这个安华的这个国际啊，或者是外交的一些政策对于国内的影响？因为最近真的是以巴冲突，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打得非常的风风火火，但是我们国内的政坛似乎也快要打起来了。对，朝野政党都在讨论这个议题，而且安华好像也真的是全力去声援这个活动，从大不只是声援了，而且我们看到说还有这个以巴团结周进入校园，然后还告诉媒体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子报道，不可以叫哈马斯是恐怖分子等等，也让大家会觉得有一些疑虑，是不是已经要把手伸进校园以及媒体？是，所以我们是希望说，透过戴子豪来聊聊这个议题，看他对安华这一系列的外交政策，或还是这个以巴事件给出一些评价。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安华其实他对于这个哈马斯的支持，是不是因为他感觉到他的政权受到威胁，他是不是有这个政权不稳的这个恐慌？那他这样子支持哈马斯，是不是真的是会为他带来这个穆斯林社群的支持？让他的这个政权更加的稳固呢？这个也是我非常想要问戴子豪律师的。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这期节目，然后对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对，我们就来听听戴子豪律师怎么说吧。今天要来讨论这个议题呢，我们再次请到戴子豪律师。欢迎你。你好，谢谢再次邀请我到你的电台来。是，那其实子豪，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一下，就是安华他就是上任1周年嘛。那我们今天特别就这个其实外交还有国际事务上面的安华的一些的作为，我们来进行一些讨论啊。那就像我们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就有说到说，这个以巴冲突之后，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蛮惊讶的，他非常快速的他就裁定了一个立场啊，而且他是要支持的是哈马斯，在这个很多的国际媒体当中被视为是所谓的恐怖分子，这个政府的立场历届其实大概跟哈马斯的这一个交情都不错，但是这一次哈马斯首先去攻击以色列，那其实大家对于哈马斯也会有一些意见，但是安华还有团结政府还有我国其实很多的穆斯林呢表示说要来支持哈马斯，但是其实你觉得其实安华采这样子的一个立场你认同吗？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首先呢，我是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以色列军队如此，哈马斯也是如此。马来西亚人是什么看待这个冲突呢？从1957年开始，马来亚独立之际，政府呢就从来没承认过以色列立国这个说法。到现在，我们的护照上呢也是第一面就写着可以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除了以色列，所以马来西亚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是毫无质疑的。当然，团结政府需要的是马来选票。在上一届2022年大选呢，西蒙已经虏获了非马来人大
我说半岛大多数的选票了，已经很难再增加了。所以如果要增加的话呢，只能是靠马来选票。然后我被邀请到伊斯兰党青年团和这个支持者俱乐部的大会上啊，都有提及要支持哈马斯，而且还揶揄呢首相安华，你为什么不敢挑明支持哈马斯？因为哈马斯在西方国家、西方媒体呢被列为恐怖分子。什么是恐怖分子？就是无差别攻击。有差别攻击，就我只攻击军人，我只攻击军事设施，那就不是恐怖分子。对他们说，其实呢可以规划这么简单的一个说法。所以以色列还击的时候呢，也是无差别攻击。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所以两边都是恐怖分子。但是西方媒体就不把以军当成是恐怖分子，当成是正当防卫啊。其实那一方面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而至于为什么首相安华会这一次公开支持哈马斯，我先提起2013年前首相纳吉呢，是马来西亚唯一也是第一位到加沙以首相身份到加沙拜访的首相，但是纳吉从来没有承认过哈马斯政权。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一个冲突之间呢，那一块土地，我们说巴勒斯坦土地吧，有分2个地方，在西南边呢有一个加沙地带，大概冰城那么块大小，然后在东边呢有一个叫西岸West Bank 呢，2个都是由不同政府来管控，一个是哈马斯掌管加沙地带，然后法塔尔政府掌管这个西岸地带。所以我们马来西亚有时候会看到这个巴勒斯坦大使馆其实不是哈马斯的政权的大使馆，是法塔尔政府政权的大使馆。如果不知道法塔尔是谁，如果大家还记得亚谢阿拉法特这一号人物，他就是这个法塔尔政权的，不是哈马斯政权的。所以呢，当安华呢，你刚才提到很快站这立场，其实不快，很久了。他应该在30年前、20年前的时候，就是说我是哈马斯还是法塔尔，还是只是纯粹支持巴勒斯坦人。他拖了这么久，当了首相是没有办法的前提下呢，才声援支持哈马斯。在非穆斯林圈子呢，问题是我们应该支持谁？但是在穆斯林圈子呢，他问题不是我们应该支持谁，而是支持你够不够力度。也就是说，你说你支持巴勒斯坦，你干了什么？你说你对抗以色列，你做过了什么东西？你连承认对抗以色列恐怖分子你都说做不了，你当什么首相？所以穆斯林群体很多都是以这种态度来质疑安华。而至于我们非穆斯林群体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说明明这么遥远的事可以跟我们不相干嘛？但是他不是非穆斯林而已的首相，他是全民的首相。所以有些时候你看似从非穆斯林的角度看是怎么可以这么草率的做出一个决定呢？其实不是，他已经深思熟虑很久，他已经衡量趋避了很久，到底下一次大选他要马来选票还是要非穆斯林选票，他做出了一个权衡。所以呢，我们非穆斯林其实也没有什么选择，我们在这选的是更极为激烈的支持哈马斯的反对党，还是稍微支持哈马斯的反对党？为什么？段古鲁哈迪阿旺和顿马哈迪在上个星期亲自打电话给哈马斯的那个首领伊斯迈尔来说他支持。一说如果你说安华你怎么这么能草率的支持哈马斯恐怖分子啊，得到西方的制裁什么？但是你的另外一个选项国盟呢是全力支持的，所以还是一样，在非穆斯林群体是2个烂苹果，选稍微没有那么烂的那一个。所以我真的认为说，今天这个议题为什么一定要找子豪来谈？就真的因为子豪他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知道说穆斯林社群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事情是不是跟之前在竞争保守的种种的这些事件它是非常雷同的？就是当我们华社认为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快速的去做出一个立场的时候，支持某一方面的时候，但是其实在马来社群里面或穆斯林社群里面，他可能认为说你还不够快，你支持的还不够全面。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问题，不管是在以前在跟国盟竞争保守，还是这次挺哈马斯，你觉得他采取这样子的强硬的立场，是不是真的有办法能够去讨好穆斯林的这个选民呢？看样子这次很像有一点点效果，因为国盟不是也有这个议员也现在要支持团结政府了吗？我个人认为呢，国盟有4位国会议员要支持团结政府，和这个以巴冲突没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可能是个人原因，还是被某些法庭事务吓到了、震慑到了。但是主要的原因是2个都在竞争的前提下呢，你得不到很大的好处。举个例子，你是国盟
猛说我全命支持哈马斯，然后首相呢相应乎的说我支持哈马斯，但是力度不够的话，你也捞不到什么政治资本，但是至少你不会让支持国盟或支持哈马斯的马来西亚人民呢对你有所偏见。因为说我不支持你也好，至少我不反对你，所以安华做到的呢就是这一点。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其实对于我们自己国家的风险是什么？因为看起来我们似乎有被美国制裁的一个风险啊。那安华说他是不会承认美国单方面的制裁，也不会因此屈服。但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说美国制裁任何一个国家需要对方承认或者是许可的啊。那事实上，美国他在被他制裁过的国家呢，都不可避免的在经济上面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你觉得，如果我们的国家立场继续支持哈马斯，是不是把国家的经济放在风险里面？多多少少有风险，但是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这一次以巴冲突，尤其是近年来呢，有一个新的 player， 一个新的国际玩家，叫做中国。因为你美国呢，要把所有支持巴勒斯坦的，或者甚至是声援哈马斯的国家都推到墙角进行制裁的话呢，那么中国可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就会联手呢，把这些国家成为他们的精神附属国，类似如此。但是据我从我在外交部工作的朋友也不方便透露谁呢，得到的消息是，美国只会暂时现在美国暂定了在上2个星期，在美国众议院推出的这一个制裁方案呢，制裁法案呢，只是针对那些向哈马斯供给武器的国家。所以一想到这一点呢，我就想到也门啊，或者是这个伊朗啊，或者是土耳其。而甚至如果你要扩大这个范围，就是说我要制裁所有没有把哈马斯列为恐怖分子的国家的话的那个范围可广了，可大了。所以呢，美国在这一方面也要深思熟虑，就是把你自己的曾经的盟友呢推向你现在的假想敌，就中国和俄罗斯。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在这一方面美国也不会做得太绝。所以你觉得安华他其实是计算过的，他并不是有勇无谋。也对，也怎么说都好呢，在下个月，如果没记错的话呢，安华应该会到美国三藩市参加这个亚太经济会议 APEC 的这个会议。在这一方面呢，可能他就会跟美国表达的马来西亚的立场，而且是必须该尊重的立场。在这一方面，我们要把声援哈马斯和支持哈马斯这两个东西分开。马来西亚一般上呢都不会直接和哈马斯对接，我们是通过非政府机构把物资或者是援助品呢，经过埃及的拉法边境呢，亲自送到这个加沙地带，或者是通过这个法塔尔政府的大使馆之类的。但是如果要在行动上呢超越这两个做法的话，举个例子，直接和哈马斯对接的话，我相信安华也不会以马来西亚的经济作为赌注冒这个风险。对。但是按照你刚才所说的，有另外一个世界的强国就是中国，但是马来西亚一直以来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比较走向是就是中庸一些，然后不会倾向任何一边。会不会觉得说，其实安华在上任以来，不管是到中国去招商引资，那号称的 MOU 1700亿或多少亿的 MOU 等等，会不会也会让人家觉得说，很像安华已经开始选边站了？你自己观察是什么？马来西亚经济是他的首要考量条件，也不是说因为选边刚好有这么一个，其实他这个1700亿的这个中国的投资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这1700亿主要包含的呢是中国在边加兰石油计划的投资，那一个都是1700亿的，差不多一半了。再加上这个宝腾吉利这个合作，这个边加兰和宝腾吉利是纳吉亲自开辟的一个合作模式，然后当这个种子萌芽发展成一棵大树的时候，刚刚好安华去摘这个果实。那这不摘白不摘呀！虽然他没有给予纳吉适当的这个 credit， 但是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这个合作模式也没有停过，也没有间断过。美国和马来西亚的这个贸易合作是马来西亚的 top 10。和中国也是一样，你靠边站的时候，你不需要把另外一边也给牺牲掉。
当纳吉可以同时参加习近平的一个大晚宴，然后第二个星期去和奥巴马打高尔夫球的话呢，他其实两边都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但是在这一个课题上呢，安华要特别注意呢，就是你给哈马斯的支持到达什么程度，画一个线吧，总不能因为伊斯兰党怎么说你就给人家牵着鼻子走吧？对，这个我想要问你这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感觉到说，其实安华是还蛮容易操控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感觉就是常常安华都在跟着伊斯兰党的一些论述随机起舞，所以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安华就慢慢的就步入了伊斯兰党要为他设计的一些陷阱？就是我常常觉得只要他们说什么，他就马上去做的感觉，好像他是跟在伊斯兰党的屁股后面走。可以说是这样子，它不只是安华，是整个团结政府里面的西蒙一方都是这么子做。当国政在执政的时候，2018年之前的时候呢，多多少少呢都会被西蒙抨击，怎么你不那样，然后右边就被伊斯兰党抨击，怎么你不那样。举个例子，左边就说你怎么不承认统考，右边你说你怎么还不关闭华校，其实是两极化的一个事情。当国政和西蒙组织这个团结政府的时候，你看到国政的领袖都比较安静了一些，就说 I was right， 我本来都是对的。你说要承认统考，现在承认不了；你说要给更多华教拨款，结果现在连拨款多少你都说不出。然后另外一边的时候呢，就强势归来，反正我在反对党打嘴炮啊，说话没什么浪费什么资源，那我就以穆斯林的角度、伊斯兰的角度抨击你不够伊斯兰，你不够穆斯林。以前国政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被攻击的时候，然后做出一些妥协，然后国政的成员党马华就说你们出卖华社啦，你们被卖华啦，你们牺牲了什么华社的权益啊？现在安华政府哪一点比马华或者是国政呢更加照顾维护华人的权益？No such thing， 没有承认统考，没有起新的华校，没有什么等等，不过不也关系，放在一边，他只能这样子做。为什么？他答应了华社，他答应了印度社群，他答应了沙巴沙老爷的事情呢，他必须得搁置一边，因为这全部加起来都不够他组织政府。2022年的大选呢，华人、印度人一面倒倾向西蒙的前提，他只得了82个议席，那这比2013年明年呢还要少了5个议席。那时候明年还得了87个议席。今年的6州选举呢，你输了吉打州、登嘉楼州和基兰丹州，而且是一面倒输到太可怕的那种输了。然后雪兰莪呢，你56个议席有22个给国盟夺下了，然后圣美兰本来是0议席的国盟也得下了6个议席，槟城也得了1/4，你不怕吗？你的马来票一直都在流向国盟，然后你不做出一些行为的话呢，你又怎么办？因为他知道华裔和印裔社群呢对国盟的恐惧远远大过他将会剥削本来有的这个权利，就好像我们看到，子豪，你觉得现在还是这样吗？不只是这样，而且变本加厉了。你觉得大家还是怕国盟多过怕？就是担心他可能会华人可能会在这个网上了打嘴炮了，骂安华一下，骂西蒙一下，骂行动党一下，但是还是会把票投给他。子豪，我想要聊一下这个柔佛王储最近对于安华的评价他用了优柔寡断来形容安华但是我们看到安华很像在很多的议题上面，他都非常的开关引号果断，而且一意孤行所以你会怎么样子解读柔佛王储对安华的这个优柔寡断的评价？你告诉我哪一方面他是一意孤行和果断的？哪一方面？就比如说他对哈马斯的支持，或者是对于这一个 LGBTQ 的这个立场你看非常的坚持安华不是30岁的首相安华已经70多岁了，他在这40多年来减去他在监狱的那个情况他当巫统的领袖到今天40多年的政治生涯，他今天才做决定支持哈马斯，他今天才做决定去反驳这个LGBTQ， 等了40年后才做了决定，这叫果断吗？难道不是他一做了决定他就坚持做下去不管大家怎么反对他还是坚持做但我在想说，其实所谓的这个优柔寡断，是他或许是不是在说他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一条路，他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还记得安华之前呢被访问这个 LGBT 的课题的时候，当时他还不是首相呢，
他回答呢很模棱两可，也不是啊，所以在这一个前提下呢，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是首相，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他还做出一个对他政治生涯甚至是他的政党的伤害力最小的决定，但是他没有好像其他的政敌或者是其他的政友这样子从头到尾都有一个立场，就好像太子殿下说的优柔寡断，我不要做决定，到最后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的时候来做了一个决定。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我把我的立场阐明，然后我反复我的立场，就好像某些政党说我反对 GST， 他现在觉得GST 是好像可以的，就好像政党说 Bantuan Rakyat Satu Malaysia 是贿赂选民，但是自己当政的时候呢又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个不叫做优柔寡断，叫立场反复了。所以如果你本来要提出的治国方案都是以实体上相违背的前提下，那你只有2个选择，一就是优柔寡断，2就是反复立场。然后安华可能就选了优柔寡断，因为我不要说到太绝。回到这个以巴冲突在国内所发生的种种的效应，还有在国际上面已经造成了很不好的观感哦。特别是前阵子我也看到新闻说，安华他就希望媒体他当然他用的字眼是希望，但是当你首相一发话的时候，我觉得媒体大家都会引起寒蝉效应。他希望大家都不要以这个恐怖分子来去描述哈马斯，然后又把这个巴勒斯坦团结州带进学校，把特定的这个政治立场带进校园，这个其实会不会让马来西亚在国际间的这个形象受到影响？因为我们的这个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才稍稍有一些进步，然后法米才拿出来说嘴了，现在又只给媒体下指导棋。而且你会问我这个问题呢，其实都是从这国家人民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国家的人民呢，一分为2，一是穆斯林的心态，2是非穆斯林的心态。穆斯林心态和非穆斯林心态在以巴冲突上是持着本末倒置或者是完全倒反的一个立场。所以呢，包括我自己本身是巴勒斯坦的忠实支持者，从10多年前我就开始声援巴勒斯坦啊，捐钱啊，参加集会啦，这是10多年前，不是最近哈。但是我看到的情况是，很多非穆斯林对巴勒斯坦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然后我现在看的不只是马来西亚的情况，所以我绕了一个圈子，现在回答你的问题。以前国际社会呢，通常是一面倒支持支持以色列，只有少数的伊斯兰国家是支持巴勒斯坦，而且声音很小。现在情况倒转，因为自由媒体的情况。举个例子，英国首相Rishi Sunak呢，到以色列拜访Benjamin Netanyahu，他自己的国家伦敦就有一个大示威，他的名望呢，在民意调查也跌到很低，他下一次大选可能就会大输了。美国拜登总统也是，虽然拜登总统也是强烈支持以色列，但是他的对手特朗普也是一个以色列的支持者，所以在美国方面呢，应该还没有这么强。但是在很多欧洲国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德国等等呢，都开始有不是穆斯林的国民呢站上街头呢，示威呢，支持巴勒斯坦，支持加沙。中国的网民也做了很多，中国的网民，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在之前的时候呢是一面倒支持以色列的，我还看到有华语版本的以色列国歌叫希望啊，哈迪瓦。但是现在呢，中国的网民就走向一面倒支持巴勒斯坦。所以你刚才的问题是我马来西亚的这个名望呢，会不会在国际社会受到谴责？现在可能还会，因为在 transition period， 但是之后呢，当中国、俄罗斯制衡可以和这个西方国家平起平坐抗衡的时候呢，你要么就是站上一方，然后得罪另外一方；你要么就什么都不站，哪一个立场都不站，然后一次过得罪2方啊！我相信在国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支持的对象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说，如果把这种的意识形态强加在媒体还有在教育体系当中，这个是不是有所不妥？我才写了一个文章，标题叫"支持巴勒斯坦过头了"。所以呢，我发觉到媒体在这一方面呢，尤其是以巴冲突到了这一个阶段呢，不能只是一面倒的报巴勒斯坦的事情。好像英国一个著名的媒体人叫 Piers Morgan 呢就请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的人上了台，然后以这个他们心灵上的拷问，然后再请了亲以色列的这一个支持者上来，让观众可以看双方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呢，媒体应该要公平的报道。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在西方媒体和伊斯兰国媒体呢两边不公平的报道的前提下，做出了以10多年来的研究和深入探讨呢，才
决定站在巴勒斯坦一边，而不是因为穆斯林同胞啊、马来西亚等等，那是我个人的意见。而第二就是关于学校，这个我觉得是过头了。我在Pertiwi TV 是一个亲伊斯兰党和亲穆斯林的电台呢，在上个星期接受专访的时候，也是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他们问的方式和你问的不一样，他们说为什么华社不支持？为什么你们不要做啊？我就讲说很简单啊，我给了2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今天我打一个比方，尼泊尔的这个佛教圣地啊，兰毗尼呢，被隔壁的印度占领了，然后现在尼泊尔的军队在和印度打仗的时候，然后马来西亚的佛教徒就全部祷告啊，要求支持尼泊尔对抗印度人。你们穆斯林同胞有同感吗？你们在用回教的这个号召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要把非穆斯林从这个巴勒斯坦支持巴勒斯坦运动中给革除出来。然后你在学校做出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宗教的名义来作为主轴，而不是以这一个捍卫国土和这个人道主义来作为主轴的前提下，你让我们怎么加入你们啊？如果是以人道主义和捍卫国家立场，这样我也要有一个北韩州啊，我要有一个乌克兰州啊，团结州啊，我要有一个卢旺达团结州，我要有一个苏丹内战团结州，因为他们死的人更多，他们国家内战人道主义问题更严重，所以我自己呢是不只是在这一方面的发生，我在乌克兰的北韩的情况，这个卢旺达大屠杀的情况，我都有说，一说是 consistent， 因为是人道主义跟捍卫国土嘛。如果是你伊斯兰的状态的话，那么你不是要把我们给革出去的，然后你还问我，你还质疑我为什么华校和大米的学校不响应这个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这样子的，你在小学的时候就灌输这个，你的方式有点问题。如果你的方式是解释什么是以色列巴勒斯坦，解释1948年联合国181决议在中学，然后你再解释这个感恩节战争啊、6日战争啊、拉马旦战争啊，再引用这个1991年的奥斯陆Oslo Peace Accord 啊，就是阿拉法跟拉宾在克林顿的协调下的那一个和解呢，来作为教育，来作为学校了解，让学生了解以巴冲突的话，我是没有问题的 ，no problem。一些省拿的历史课，但是现在你是举着枪，穿着那个衣服，然后挂着那个旗，好像是要以枪，然后小孩子也拿枪拿刀拿枪。我怕的是你还没小孩子呢，小学生呢，连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在哪里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就已经了解。如果是说道理解决不了问题的话，就用舞刀弄枪来解决问题的。然后这可能是与以巴冲突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所以就是已经教育我们的小孩说，其实暴力可以来解决问题的。是，所以这一个东西呢，在大学没问题，在中学上部也没问题，小学是完全大问题。你要把以巴团结州呢带到校园没有问题，但是你的方式你得列明清楚。是，不管是以巴团结州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外交政策，让安华的传统的支持者感到匪夷所思的一些行为都好啊。其实这些种种的一切，其实子豪，今天最后我想要问你，是不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政权不稳固，他有执政危机的焦虑吗？你观察 ？OK，Yes。To all your question， 是，答案是是，很简单，他几时开始察觉到这个危机？2022年11月的那一次大选，他就知道危机了，在全力拼搏的情况下，在没有在没有国政不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威胁下呢，他竟然连一半议席都拿不到，他只有82席。82席要111席，他根本组织不了政府。所以很多人说安华是人民选出来政府，我说非也，他都没有过半，怎么是人民选出来的首相？所以在这一个前提下，他必须想办法在下一次大选拿到111席，也就不要靠国政，不要靠这个沙政党，他单西蒙就要拿下111个议席。马哈迪尔在2018年的时候拿到了啊，他是没有靠其他政党的前提下拿到了130多个议席，所以安华现在根本是在他的顶端了，不能再上了82席，因为华人、印度人全部加到你的头上，你只有82席，你少了沙巴沙劳越的土族，你少了马来票源，马来票源据说非官方的记载的只有17%给了西蒙哈，你不再提升这个马来票源的话，下一届可能连国政的议席都给国盟烧到完的时候，你就把政权空手让人了，这是我猜测而已啊，所以呢，为了避开所有这个诽谤的这
这个指控啊，说我诽谤首相安华之类的，我就要把这里阐明，这是我个人意见，我揣测，所以呢，错误的几率很高啊。我是律师，我必须要做明这个 caveat 先了哈。安华可能是算过了，在一个做出妥协的政党和一个我们厌恶跟恐惧的极端政党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妥协吧，我还是会把票给西蒙，但是在这一个前提下，我能让出多少啊？不要关闭华小就好了，让我们华人有发言权就好了啊！不要针对我们华社啊、英裔社群啊什么就好了啊！没有，你不要承认统考，你没有给制度化拨款，那些行动党几十年来答应号召东西，你不给都罢了吧。最重要是不要让国盟胜出的前提下，我做出了这些妥协以换取马来人的选票。但是国盟也不是干吃草的，慕尤丁啊、hamzah Zainuddin 这些都是老牌政治人物，哈迪啊、达基udin也是政治人物，你要我在反对党，我只有打嘴炮而已。你做了多少，我就说我执政，我做更多。你说你支持巴勒斯坦，我就说我支持哈马斯。你说你给食物物资，我就说我给武器。你说你这样，我就更多，很难打这场仗。所以安华要顾着后面的华人，就要抢着前面的马来人。他能怎么做？你是安华的话，你会怎么做？你看起来好像我在帮他说话这样子，那其实这就是政治事实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帮他说话，但是我还是想问，你觉得在这个政治事实的这个情况底下，还有他的这一番操作里头，你觉得他的政权有更稳固吗？没有六州选举和最近的在布拉埃的那个补选，你就发觉到他不止不稳固，而且还在流失他的马来票源，因为他做的不够打嘴炮的好。听说有某个国盟的领袖也上了你的台，他又给了什么意见？除了骂现在的团结政府，他又说我执政的时候要怎么做吗？他有说他做得到吗？他有跟他的盟党说好了吗？我不知道，但是问题是这样子，安华能做的他已经是尽力了。所以你对他的表现整体，如果你评分的话，你觉得他还算及格吗？如果是以安华对垒安华的话，他肯定是及格。但是如果安华对垒其他人的话呢，我觉得你不如在监牢把纳吉放出来，让他作为首相更加好。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结论。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结论里面，让大家去好好思考啊，究竟安华执政1周年这1年以来他的表现，你是否满意吗？对于他种种的忍让，对于他种种的妥协，是不是也让我们现在也感觉到说，究竟现在跟当初60年国政执政的时候，究竟又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我想这些问题的答案都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再次的非常谢谢子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不客气。正在收看 YouTube 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们所有财经的影片。自由时事，自由聊时事，让你做出正确决策。